中国驻美大使面对电视主持人的围追堵截，展示出了惊人的高水平应对能力。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两天大家都看了一个视频吧，就是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个栏目叫做《面向全民》，那个节目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的一个直播采访。主要内容呢，就是就乌克兰问题阐述一下中方的立场。整个采访过程呢9分钟，而其中秦大使发言的时间也就5分多钟嘛，就这5分多钟中间被打断了23次。而相比之下，布伦南对他以前比较认可的一些政治人物是可以9分钟完全没有任何打断的。我就看了一下国内还有国外很多网上的老百姓都在关注的是布伦南的无理，也有人看到了秦大使发言中的一些新意，一些新的阐述。不过我更关注的是秦大使的临场反应速度和技巧，尤其是特别严谨的逻辑，以及不放过任何机会反客为主的那种敏锐。这个非常不容易啊！如果以前看过一些国外电视节目、新闻节目，就会发现这种激烈的对抗性问答在美国的新闻节目里边很常见。美国那些个媒体的资深主持人、记者，往往不是什么只会按照剧本一个一个问题进行提问的傻白甜，他们不是搞这个艺术出身的，通常是在政治新闻领域有良好的基础，善于辩论，善于在对方的语言中寻找漏洞。而玛格丽特·布伦南这个人还是 CBS 的首席政治记者，所以他的提问就体现了明显的针对性、诱导性。没有深厚的国际政治理论功底，还有反应速度，肯定会被他弄晕。那么这个主持人布伦南就非常希望听到秦大使嘴里说出支持谴责俄罗斯的声音，或者是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声音也行，只要秦大使的表现稍微出现一点点倾向性，那么马上就会被认为是中国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在谈话过程中，秦大使始终没有给布伦南一个他所需要的直接答案，所以布伦南就选择了使用不停打断的方法，用更有诱导性的话题，试图让秦大使愤怒。而愤怒经常容易导致错误。比如这个主持人就问，中国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谴责俄罗斯？如果让我们的某些朋友回答呢，估计直接就怒骂回去了，说美国还曾经侵略别的国家，这次我们为什么要谴责俄罗斯？但是如果真的是秦大使把这两件事儿去对比，当成等同的事件，那就掉进陷阱了。你敢这么说，后边人家马上可以有2句话等着你。一句是，如果你认为这2件事情性质对等，那么俄罗斯这么做你们认为合理，是不是你们也否定了美国侵略的不合法性质？第2句，如果你谴责了美国以前的行为，那么你这次就应该谴责俄罗斯。所以只要你把他们这2件事当成同一回事儿，你选择哪个都是跟中国外交部一贯坚持的原则相违背。那么秦大使的解释呢，正好是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说我们一再劝阻了俄罗斯，但是谴责是不可能让俄罗斯退兵的，你不要太天真。这个回答就直击要害啊！你美国到底是希望乌克兰和平，还是希望我们中国帮着你继续激怒俄罗斯？激怒俄罗斯可是无助于和平的。真是因为秦大使没有犯这样的错误，让布伦南急于一轮又一轮的反复冲击。而布伦南某些问题虽然尖锐，反过来被秦大使抓住了机会，阐述了一些有利于我们的观点。比如布伦南提出了中国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么一个问题，秦大使的话呢说，战争第2天，中俄2国元首就通了电话，后来才有了4轮谈判，所以时间顺序就是这样的。你说这功劳是谁的？而且呢，中方还一直在劝和促谈，呼吁停火止战，而且也将继续这么做。至于说俄罗斯没停手，不等于我们没有努力去劝。而对于布伦南非常喜欢谈的中国和俄罗斯的亲密关系，秦大使也马上意识到，这是想给观众制造一个刻板印象，让观众觉得中国偏心。那么秦大使的应对是，中俄关系在乌克兰问题上是财富，而不是负资产。中国给乌克兰人民送去的是食品、药品、睡袋和婴儿奶粉，而不是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特别是这个任何一方这4个字用的极其考究，少了这个词儿也很容易被人利用。秦大使进一步还提到，中国和俄罗斯有很好的关系，和乌克兰也有很好的关系，与欧洲与美国都有密切的沟通，与危机各方都说得上话。中方的特殊地位有助于和平解决这个危机，而中俄关系就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秦大使说，中国的特殊地位，意思就是除了中国还有谁？
不仅没有被绕进去，还完美地阐释了中国的中立态度，还有和平努力，同时还用刚柔将济的方式表达了中国与相关各方都可以构成合作。由此看来，秦大使给我们展示的就是斗争的艺术和一次艺术的斗争。好，关于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 CBS 接受采访过程中遇到了哪些个逻辑陷阱，他又是怎么避过去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